超级计算机到底有多快？它是一个什么鬼呀？是个什么东东？他是19大代表孟祥飞，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应用研发部部长。38岁的他带领团队研发出中国第一台、世界第一的超级计算机“天河1号”。他计算1个小时，需要中国13亿人一块儿干340年。超级计算简单概括成叫算天、算地、算人。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上要知天文，下要知地理，中间懂风气。它能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超级计算机打游戏爽不爽？听到这个打游戏机，我怒了。取得世界第一，却屡遭质疑。他是如何在质疑中推动天河1号的创新与应用，创造出中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国之重器？干不好天河的应用，我卷快卷走人。现在他每天完成要接近万项科研任务。超级计算机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人的大脑我们还有必要再开发吗？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为了快而快？新时代新征程，本期演讲者孟祥飞。品味中国敬酒，感悟中国智慧。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健康饮酒倡导者中国敬酒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在刚刚闭幕的19大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开讲的节目也特别策划了新时代新征程系列节目。就是要把讲台留给那些在中国新的发展时期里的引领者、开拓者和继任者们，让他们来分享他们的人生和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科学家，和一个大名鼎鼎的名字有关，他的名字叫天河1号。它是中国第一台获得了世界运算速度第1的超级计算机。这个速度多快呢？就是它计算1个小时的计算量，需要中国13亿人什么都别干了，埋头进行计算，一共340年。这样一台超级计算机，到底是诞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团队手中？今天就给大家隆重的介绍我们的这位开讲嘉宾，有请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应用研发部部长孟祥飞先生。有请。你好，孟部长，来。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各位请坐。科学家就是不一样。谢谢萨哥。您跟大家就是您比我年轻吗？我79年的。哎，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就怎么做着节目，突然来的嘉宾都开始比我小了呢？79年，那您的团队平均年龄？平均年龄大概在30岁左右，31、2岁。所以说，这些是真的是未来的开拓者，太年轻了，太年轻了。听同事说，今天来开讲，您特地挑选了一件黑色的衬衣，为什么？我觉得可能这个比较能够代表我们这个科技感。哦，您觉得这样比较酷，有科技感？有科技感。那我建议我们科技工作者都是默默无闻在背后在贡献。但是我建议，如果要科技感的话，您得换一副墨镜，然后再来一个黑风衣，那就成骇客帝国。骇客帝国了。哎，您穿着衬衣还挽着袖子，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这个好。哦，原来寓意在这儿呢。刚才在您出场之前，我还专门介绍了一下。我说这个超级计算机天河1号是中国第一台拿过世界第1的
计算机。对，超级计算机到底是什么样的计算机？把超级计算机打个简单的比喻，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我们知道我们的高铁，我们的高铁实际上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车头跑的，是吧？我们的高铁每节车厢它都有一个动力系统，都有一个发动机，大家一起跑，所以说跑得快。超级计算机也是由很多这种计算单元组成在一起，形成超级计算单元。哎呀，这个比喻一下大家就明白了。过去的老式的火车，就一个车头拉着一溜车厢，那些车厢自己没有动力。对。但现在的高铁不一样，高铁很多车厢自己是有动力。对。所以它相当于每一节车厢都是个小火车头。对。所以那么多火车头连在一块儿，它自然跑得快。对。所以超级计算机就是有很多对，把很多计算器对连在一块儿，你说摞在一起算。这个天河1号你们见过吗？今天让你们感受一下天河1号的壮观场景，请看。这也没什么嘛。对，我本来以为会是特别复杂的，就干干净净，像图书馆的那个文件柜似的感觉。对，这就是我们机房里面的天河1号超级计算机，就是一排排的柜子，这是一部分。对，后面一直持续下去，有14排的机柜。哇，它是2层，就是我们上面只能看到我们的叫计算机柜，在地板下面是它的电力系统，是它的通信、光纤等等，全部都在地板下面，我们看不到。其实外观真的看不出什么，但实际上要把所有这些东西组合在一块儿，然后还要让他们能够发挥出它的最强功力，这个是很难的。对，打通他们的任督二脉。对，这工作确实我们难以想象。所以关于您和天河1号有趣的、值得和年轻人分享的故事，我们这个讲台都交给您。接下来，掌声有请孟博士为我们开讲。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我们超级计算机的这样一个发展。那实际上在开完19大以后，很多人见到我都说，没想到超级计算机有这么多用处。现在你们又搞新一代超级计算机了，那么这个超级计算机到底有多快？正式开讲超级计算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简单的小问题，就是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谁没有智能手机？所以说，大家基本上在座的都有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小的计算机。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叫埃尼亚克，它诞生的时候，占地170平米，相当于2个教室那么大。它的功耗有150千瓦，而它的计算速度是每秒5000次。当然，相比我们人已经挺快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智能手机，它的功耗不到1瓦，而它每秒钟的计算速度可以达到几十亿次。这是计算机的发展。实际上，超级计算机更是突飞猛进，它的计算能力在指数增长，甚至超出了科幻作家科学幻想的脑洞。刘慈欣的《三体》提到一个世界上当时最快的计算机，每秒钟要能计算500万亿次。而在2010年，我们天河1号问世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计算速度已经是这《三体》里面计算机速度的10倍。而现在我们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叫太湖之光，那它每秒钟达到9.3亿次，是《三体》里面这台计算机性能的186倍。那为什么超级计算机能有这么高的这个性能？那它是一个什么鬼呀？是个什么东东？这样超级计算机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超级大脑，无穷多的这种成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个这种计算单元组合在一起，形成它的超强的计算的能力。那我们需要这个大块头来干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周围充斥了各种计算机，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超级计算机？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拿步枪和大炮做一个比喻。其实我们普通的计算机就像步枪，它灵活实用，但是要去攻城拔寨，
就需要大炮，就超级计算机的作用就是来作为攻城拔寨。2016年，我们就有一个人工智能横空出世，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阿尔法狗。那么它在2016年以4比1击败了李世石，那今年又击败了柯洁。那阿尔法狗它为什么有这样超强的这样一个能力？当然，首先新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等这些更新，推动了这个阿尔法狗的这样一个能力。同时，它后台的超级计算给它带来的超强的算力，成为它重要的这样一个支撑。那么，阿尔法狗的这个后台，它具备1000万亿次的这样一个计算能力，它工作1小时，相当于我们中国13亿人上百年的这样一个工作量。所以说，我们人要是跟它拼速度，那可能跑断腿、跑掉鞋也很难望其项背。所以说，超级计算在这阿尔法狗里面的应用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超级计算实际上就在更重要、更广阔的领域有它的这样一个重要价值。把它简单概括成叫算天、算地、算人。算天是什么？我们的天气预报，同时研究宇宙起源和演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能力。那算地是算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算地质的演化，还有我们的油塘地下能源的这样一个勘探。我们简单的把它比喻成叫给地球做 CT。那算人是什么呢？基因数据是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大数据群。那我们需要用超级计算机来进行基因大数据的分析，来揭示人类基因的密码。所以说，超级计算是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这样一个超级利器。讲到这里，大家肯定想说，厉害了我的超级计算机。但是我们的超级计算机来的真没那么容易。就是世界上第一台超级计算机是1976年美国研制成功的，叫克雷1号。而我们中国开启超级计算机研制的步伐是1978年，也就是说跟世界基本上是同步。而由于我们的这个研发设计的这样基础非常薄弱，我们的制造能力也有限，所以说长期以来应该说我们的超级计算机研制都处在一个跟跑的这一个状态。在我们这个领域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故事叫玻璃房子。就当时我们的中石油、我们的国家气象局需要超级计算机，那花高价向国外的一些机构购买超级计算机，但是买回来以后要建独立的机房，要把数据交给他们，由他们的工程师进入机房进行数据处理。我们自己的人员只能隔着窗户看一下这台超级计算机。讲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触。我07年我开展我的这个理论物理的博士研究工作，需要用到超大规模的这样一个计算，但是在我们国内很少有这种平台能够提供超级计算能力，所以说就跟美国联合培养，去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实际上我发现这种差距更大。美国一个普通的高校，它就可以有一台相当规模的超级计算机，更不用说他们的这些国家实验室等等这些研究机构。所以说当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学成以后，能够回到国内，为国家的创新，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些贡献。非常幸运，就回国以后不久，在国家重大专项的支持下，在天津滨海新区就开始启动我国第一家国家级超算中心的这样一个建设。我毅然加入到我们这个筹建当中的团队。当时我们6、7个人，现在连办公室都没有，就大家吃住、办公都挤在一个2居室的这样一个公寓里面。2010年，就是我们开始正式安装调试天河1号系统。全面安装的时候，已经进入到7、8月份，外面30多度，实际上机房里面40多度，因为没有空调。大家累了就躺在我们叫装那个设备的那个大纸箱子上，就休息一下，醒了再接着干。用了7个月左右的时间，
完成了别人要1年多才能完成的这样一个工作。2010年11月17日，喜讯传来，天河1号取得了世界第1的这样一个突破。对我们参与工作者，我们觉得我们心潮澎湃。这有一些老专家，他们经历过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他们觉得天河1号就是一个蒸汽机。那实际上，在天河1号取得世界排名第1之前，基本上是美国一家垄断着这个世界排名第1的位置。日本是在2002年左右取得过世界第1。当时有美国的媒体就问，中国的超级计算机为什么跨越式的发展？有很多潜台词。我们说，一个国家、一个团队持续30多年，在这个领域里不断的坚持、不断创新，我们拿到世界第1，有问题吗？但是说实话，这个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就是我们在天河取得世界第1不久，质疑的声音又接踵而来。也当时很多国内国外的专家和媒体质疑中国的天河1号就是造了一台为排世界第1而造的一台超级计算机，也中看不中用。当时就有专家调侃说，中国的天河1号实际上就是一台大游戏机。听到这个信息，我怒了，我给我们主任立了个小军令状，我说干不好天河的应用，我卷铺盖卷走人，拉弓没有回头箭，只能拼了。当时包括我们团队，我们打造成了一个叫天河应用拓展的这样一个售前、售后研发的3体。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将自主的技术跟原来传统的应用相兼容。刚刚天河开始运行的时候，我们部署一套就国际上药物研发领域的这样一个通用软件，遇到了非常严重的不兼容的这样一个问题，用了20多个日夜，不停上千次的这种调试编译，然后在里面寻找这个问题，最终于把这个不兼容的这样一个问题解决，保障了我们天河在药物研发领域的这样一个应用基础。现在我们再看我们的天河1号，它每天在线的运行任务1400项，那每天完成要接近万项的这种应用规模，实际上就是很多欧美超算中心都很难达到的。我们现在的天河2号、神威、太湖之光等等这些超级计算机，都在国家的科技创新和产业领域发挥着自己越来越强大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说，我更兴奋。当然，像创新并不是都是艰苦卓绝的，或者是高大上的，有的时候可能创新也来自于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就2012年，我们做一个就海洋动力学计算的这个软件的优化，我们遇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随着并行计算规模的扩大，也就是用的 CPU 越来越多，数据也开始出现严重拥堵的问题。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每一个大的这样超级大工厂，它的每一个车间生产能力都很强，生产出各种产品，而这些产品在运到这个仓库去存放的时候，都堵在了仓库门口，所以说车间就只能歇菜了。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就经常去出差，我发现在我们的这个车站人流密集的地方，我们会把一个大的进出口用这种安全栅栏把它隔离开，分成很多小的这种通道，提升了这个通行的这样一个效率。这个设计启发了我就会去把我们的整个数据的输出分成很多通道，就把我们这个数据的存储效率提升了大概接近1倍。通过过去我们不断的积累和创新，不仅在高端芯片形成了完整的这个产品体系，我们同时为我们国家的信息安全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在党代表通道的时候，我讲到，我们中国的创新
都伴随着这种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就是在这种质疑的声音当中成长发展。那现在我们又启动我们新一代叫天河100亿亿次超级计算机的研制。这个新的100亿亿次超级计算机在世界上我们把它简称为叫亿级计算。那这是现在全世界超级计算机领域共同面临的这样一个挑战。而现在美国和日本也在向这个亿级计算挑战。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还在持续在追求更快，是因为我们需要。实际上超级计算机的研制是一个国家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核心驱动。更快的超级计算机也是我们国家应急、防灾、能源保障等等这些重点领域的这样一个重要支撑。所以说，当我们现在有能力研制这个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同时我们又有庞大的应用需求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问自己了：我们是不是为了快而快？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超级计算机能在更多的应用领域为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做贡献？未来我们的超级计算机是具有更广泛应用前景的这样新一代的超级利器。我们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超级计算机领域的老一辈奠基人迟云贵教授，当时在承接我们第一代自主超级计算机叫银河1号的时候，他说：“拼上这条老命，也要把我们中国自主的巨型机研制出来。”而现在，我们新的青年一代科学家，我们可能不用再像老一辈科学家那样去筚路蓝缕，但是我们同样有一颗振兴中华的心。我想，我们这新的青年一代，我们将步入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好，谢谢大家。品味中国敬酒，感悟中国智慧。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健康饮酒倡导者中国敬酒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谢谢各位，大家请坐，谢谢大家。您的这个演讲有很多词汇和说法，是专门针对年轻受众的。比如说，这是什么鬼？这是什么东东？我当时就怒了，等等，这就是很明显，这是跟年轻人之间沟通的方式。好啊，那您能不要再叫我萨哥了吗？一讲到这个词，我就感觉心口被扎了一刀似的。哎呀，就一下一下的。小萨，对。很煽情，很煽情，很好。但确实，刚才您说到的很多故事，我都突然一下想起来，小的时候上课。当时听老师讲到银河1号能够计算1亿次，当时我们小的时候觉得我的天哪，这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的天河3号目标是100亿亿次，100亿亿，对，就是在过去1亿次的基础上100亿倍的，对，100亿倍。对，就是未来真的是让人难以想象。包括您说那个。AlphaGo 现在都已经过时了，对，它的弟弟 AlphaZero， 我天，那个更可怕。所以说技术不断的在更新。AlphaGo 是还输入了大量人类的这种规则给它，然后它来学习。对 ，AlphaZero 是从零开始自己学习，对，不用你输入东西，不用更多的输入，不用更多的输入太多东西。对。所以主持人这个行业，您觉得还能存在多久？小萨肯定没有问题。没关系，反正我也40多了。年轻主持人要有危机感，各行各业可能都有危机感。对。这个随着这个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一结合，真的这个世界改变。实际上，就是这个可能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有这种危机感。梳理一下这个社会发展的脉络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经历了这个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现在实际上我们在迈向信息社会。但是
每一个社会的变革都对应着生产力的这样一个变革，都形成新的这种技术更强大的生产力。很多农民他被解放出来，对，现在下一步可能很多工人要被解放出来，但是并没有说现在社会上都是闲散的农民，未来也不会社会上都有闲散的工人。因为整个技术的发展，同时在延伸出更多的这些产业领域、行业，让大家去到新的行业领域去开展工作。但是我们原来可能全球就几千万人或几亿人，现在我们几十亿人，照样大家都还有饭吃、有工作。所以这些技术的发展不是在消灭的工作，而是创造更多的机遇，而且会带来未来人类生活幸福指数的极大提升。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收到了好多这个观众的小纸条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把2位观众的放在一块儿，因为我觉得呀，有的时候现场观众的感觉啊也会有偏差，就观众和观众之间的问题自相矛盾。有一位观众说：“孟老师您好，哇，在那么庞大复杂的科研中，您是如何保持一头浓密的黑发的呢？”紧接着我翻到另外一个小纸条，请问您学计算机也脱发吗？你怎么看？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孟老师这个头发就是属于正常适中，也没说到这个脱发的程度，工作压力也没到那么大。我们特别是在一些大的研发任务或者是工作来的时候，有24小时，是吧？所以大家就在那里熬，因为机器在运行，你要在这里不断的跟踪，不断的进行测试。而假如说超级计算机在那跑着，我这下班了，那超级计算机1小时的这个，刚才我们评估了这个计算能力，那就浪费掉了。24小时要有人在他旁边。对，在日常的这个运行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有3批的这种7乘24小时的这种值班人员坚守在一线，非常辛苦。接下来6位青年代表，萨老师好，孟老师好。在看您在那个19大的采访的时候，都对您印象比较深刻，因为第一就是您的颜值跟萨老师有一拼，然后另外，那得拼一会儿。那么另外就是您的嘴角眼角就一直都是那种笑眯眯的感觉，然后让人觉得看不出压力啊。那对，我是一种日常的，就表情可能稍微自然一点。就平时您也这么笑眯眯的？对，大部分时间是这样。如果遇到科研困难的时候，如果团队犯了错误，如果进度没赶上，总会有着急的时候。对，那时候也有会火冒三丈的时候。想象不出来他发生会什么样啊。对，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那种知识改变命运状态。就其实原来在农村上学，其实挺艰苦的。去教室里面自己要扛个板凳，因为教室里没有这个桌子椅子，自己要扛着板凳去上学。而我现在就是读了博士，然后出国，然后现在在我们这个天河超级计算机团队里，人生收获了其实挺多的。再一个，我觉得能够成长到这个环境，实际上是这个强大的国家给你创造了这样一个环境，你自己也非常满足。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有一种职业的价值感。刚才听到您讲解那么多之后，我们也知道，原来超级计算机能够算方方面面的事情。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就上要知天文，下要知地理，中间懂空气？因为你只有了解了这个行业，它的这样一个需求，或者是它的这样一个技术体系，你才能够把它转变成超级计算机能够去实现的应用场景。对，应用场景。那您平时有时间学习这么多东西吗？对啊，你怎么学习呢？确实，这是一个就是很难权衡的这样一个问题。很多出差的事情，然后还要全国各地跑，所以说我基本上有几个习惯，就是说我的电脑基本上从来不关机，就要不就处在休眠状态，就是打开就可以用。续航能力真好，从来不关机。再一个，我也就会经常带着书，各种书，就是在出差的路上我会看一些书。您去开会的时候也带了吗？对，去开19大的时候，我也带着几本书。所有的碎片化的时间，您都要用上。但现在很多年轻人跟您也一样，所有的碎片化时间都用上了打游戏，所以这一块您也得懂。对，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演讲，谢谢。谢谢。下一位。
孟博士和您团队研发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啊，确实厉害。那我呢是从事珠心算教育这个行业，也就是教小朋友们在脑子里面噼里啪啦的打算盘。它的算理算法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珠算，也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器。不知道这方面您孟博士有没有了解关注过？学过算盘吗？学过算盘，小时候上学3下5除2，对对。其实它的加减乘除、小数点、平方、立方、开根号也是都可以有很强大功能可以做出来的。咱们超级计算机加减乘除都可以吧？他只会加减，真的，他把加减再变成乘除，再变成别的，真的呀？真的。你看我问到点儿上了吧？你们还笑，很多人还觉得超级计算机能不会加减乘除吗？它真不会乘除，它的乘除都是靠加减来完成。对。哇，你看，无意中问了一个好问题。你是教孩子们珠算和珠心算什么意思？珠算呢就是打算盘，噼里啪啦打算盘，在心里打算盘。心算呢是脱离算盘，在脑子里面快速进行加减乘除运算的一种方法，升级了。心算我很厉害，我很厉害，你可以随便出5个3位数的加法。好，那我考考您。考我。请听题。327加951加604加973加524，报数。1428。哎呀，很遗憾。对不对？很遗憾，答错了。但你就说我快不快？因为我只说了我说我心算很快，我没说准确率，我不要求准确率，你肯定不一样吧？我今天想跟孟博士算一下心算力，了解挑战吗？孟博士和他的团队研究的特点也是一个字：快。把我手机拿来，手机可以。好，给您个计算器。可以。这个也可以了。允许您用计算器。太体谅我了。不是体谅您，证明人家有底气，证明他很自信。对。怎么考法？咱们来做闪电心算，4位数，10组。但是他们说15秒在大屏幕上，我按不完呢。就您看都看不完吧？对。这样，咱俩分工。我帮您按，您来报，好不好？咱俩配合。好，这个时候团队协作，要么您来按，我来报。后来突然发现按这个活儿比较难干，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责任可以撇清了。这样一分工，我们压力小多了。来，孟老师，您往我这边站点，咱对，这样声音速度传播过去以后，时间我们能缩少。来，预备，放。5642减3827加1005加3596减4668加2374加6183加7611加减5269加9147，完了啊！您咋算出来个点99是啥玩意儿啊？怎么还有小数点出来？我没，都是整数啊！这个数太大了，你看。请报你的答案。21794。好，我报一下孟博士算出来的答案是564278.99。我应该编一个小程序，咔直接读出来吗？所以刚才完全我报的时候，您根本赶不上，没有赶上按。其实第2个数就赶不上按了。所以哪一个数字是正确的呢？这我还在这，哪一个数字是正确的？肯定不是我这个.99。请看大屏幕，正确答案是21794。你有没有可能接受我一个现场的挑战？您说。您还是再来摁4个4位数，只加不减，好不好？没问题。预备，3、2、1，开始。1283、7642、5356、9298。23579。23579，哇！这没有理由不相信了。对，因为一开始我还怕，比如说节目组是不是数字提前他知道啊，或者怎么，这完全是现场随机的。其实这个实话讲，对孟博士而言不是很公平，因为我自己7岁的时候就学过几年的珠心算，那我现在面临的一个
困惑和质疑啊，就是我们在公开课的时候，会有家长问：哎呀，老师，现在这个信息科技这么发达了，这么便捷了，孩子还有必要学这些吗？或者像这种超级计算机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人的大脑我们还有必要再开发吗？还有必要从小让孩子再去练习这样的珠心算？你算得再快，你能比得过超级计算机吗？就还有什么用呢？我觉得从2个方面去看，就是说首先我们的很多技能是在训练我们人的整个这个思维的这样一个方式。像刚才说，我学物理，是吧？我一直读到物理的这个博士，那出来应该去搞物理，是吧？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接受这样一个教育的过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思维训练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把你的这个能力给激发出来，而不单纯的是接受专业的这样一个知识，就像珠心算一样，或者是其他的我们说琴棋书画这些能力的训练，有了这样的能力，我们才能去创新创造，才能超越人工智能。再一个就是面向未来，随着自己技能的这样一个增长，社会的发展，我们会去细分。那我们不一定非要都去强化某些技能，我们可以借助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这种变革。所以现在未来我们可能还会出现就是人机接口，计算机和大脑能够连起来，你可以把外界信息直接输入到你大脑里，你不用再学习啊、背啊什么，你就摁个键，进去，你睡一觉起来，哎，我什么都知道了。还没有强大的这种，但是你可以，但是这是设想，就是未来非常便捷的去借助这种外部的手段来取得这些信息。小蔡叔叔，孟博士您好，叔叔。因为我也是一名计算机从业者，我在这里想有一些事情跟您核实，因为我们行业是的，你像公安机关来的。因为我们行业内一直有消息说，2013年日本的超级计算机曾经被黑客侵入，里面的资料也被黑客盗走，这些事情是真的吗？在这个世界上，它就是始终存在这种攻防的这样一个转换，但是防守呢，总是一种被动的这种方式。而进攻可以成为一种主动的，因为网络世界你都不知道敌人在哪。对对，而且他在用什么手段在攻击，所以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就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对，国际上很多这个机构，它都有这种信息安全的风险，实际上包括美国国防部是吧？它也会有被信息侵入的这种情况。在这个过程当中，信息安全它的这个防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再一个，你怎么样把这个信息它进入攻击以后，把这个信息安全降到最低？就首先我们要设定一条安全的防火墙，不让它进来。那再一个，它进来以后，我们如何在第一时间能够发现它，再把它赶出去？我觉得这2个方面都非常重要。那我之所以会问这些问题呢，因为我是一名白帽子。这个白帽子不是平常喜欢戴个帽子啊什么的，白帽子呢，它是白帽黑客的简称。就它不是黑客有的是想获取白帽子，相当于他们网络上的一种正义力量或者漏洞然后把信息提供给你信息告诉你说你这可能有个漏洞，有黑客想要从这儿要攻击。对，他们相当于一种义务的安全巡视员的。对对对，超算领域在运用以来就一直作用非常显著。那如果说我们的超算的成果被黑客入侵，那可能其中涉及到的数据、交通，甚至国家安全都可能遭到威胁。但其实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起步也比较晚，在维护网络安全方面，天河系列的超级计算机做了什么不一样的准备吗？就是我们通过研制我们天河1号，我们形成了自主的这种 CPU 芯片。到操作系统等等这些，就是我们原来说老担心我们用国外的很多芯片，还有后门等等这些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技术来达到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国家信息安全平台。再一个就是说，天河上部署的全部是自主的这种操作系统，叫麒麟操作系统，所以说它在它的这种安全保障上会得到更好的这样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实施。还有这个我们要在里面要定期的去巡。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每个计算单元、每个它的网络等等运行的状态，我们要在第一时间看看有没有黑客的这样一个进攻。所以说这些措施要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防范措施，才能解决就保障整个天河的这样一个稳定安全运行。
下一位，孟老师你好，你在讲座中也提到了这个 AlphaGo， 其实是我的专业的方向。我是来自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生。我的专业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我已经大概了解你是从哪儿来的了。四川人吧？对对对。机器人儿。不好意思，这个普通话。没有，很可爱很可爱。今天带来了我们实验室那个东西。闪亮登场，高科技。这是要来把脉。这个是我们课题组7月份开始项目，当今世上实际上能做到这个无指灵巧手的，也就只有1、2款。无指灵巧手。对，无指灵巧手，就完全模仿人的5个手指头，同时还完成人能操作的一切事情。我们能拿上来，我给。可以，有点沉啊。它这上面有好多关节，对。这个它一共有21个自由度，也就是说它有21个可以独立运动的关节。那么同时呢，它指尖处有那个触觉传感器和温觉传感器。这个地方。对。英国夏德公司做的那款这个夏德手，在国内卖的话大概是120万一套，还不包括它的指尖的触觉传感器，只是单纯的手，它就要卖120万。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实验室为了做这样一个手的一些初衷。那这个有什么用？它应用场景大概有2个，其中一个是应用在残障人士的假肢上，然后帮助残障人士实现日常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打开冰箱或者端水、扫地这样一些工作。其中呢，另外一个场景应用于核泄漏现场，机器人代替人进去呢，它可以完成一个救援、维修。随着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实完全是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场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时候，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质疑，比如说，别人会问我，你们这个就长得像玩具手，然后我们心里是非常低落的。你刚才也讲到，从那个大游戏机到那个超级计算机这样一个转变，摆脱这样子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质疑，达到能看又中用。那么你是怎么样一个感受？中国的科技创新很多都在伴随着质疑，都在不断的质疑声中成长。当然，就是刚才提到说，我们的超级计算机中看又中用了，就特别是我们当时最早做的在石油领域，我们跟中石油合作开发了就是我们国产自主的这种高性能石油数据处理平台，因为我们自主的超级计算机加我们自主的高性能处理软件，完成了当时世界上叫最大数据体的这样一个高密度勘探项目。原来对我们技术垄断的这些公司，他们没有做出来，而我们的这个团队把这个成果做出来了。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我们的科技进步一点点往前走。可能这只是一个小事件，但是正是这些小事件不断积攒成我们这种大成果。谢谢孟老师。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后期合作，其实我们这个无指灵巧手非常依靠这个后台的计算。就现在我们实验室的技术能力来说的话，实际上没办法支撑。我们也希望后期能够跟超算中心能合作，能够帮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后台的计算支撑。没问题。谢谢孟老师。你到时候你就选吧，天河1号、天河2号、天河3号，你选。对，天河3号也快了，对，也快了。明年上半年我们的原型验证系统就会出来。我个人希望你们永远做出来的东西要给孟博士他们以压力。就比如哪一天你要做出来一个机器人，说孟博士，你这计算机运转的速度满足不了我的要求了，能够让孟博士觉得我天，我得给你重新设计一台计算机。到那一天，你的人工智能就厉害了。谢谢孟老师，谢谢蔡老师。最后一位，孟博士好，我的职业是一名特效师。你应该庆幸你现在有这样一个职业，是吧？因为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我们创造了你的这样一个职业岗位。作为一名就是计算机行业的从业者，我见到孟博士本人是特别的激动的。好，谢谢。对，尤其是听到孟博士刚刚说他精挑细选的团队都是30上下的适龄男青年的时候，我真的是听了特别高兴。就是那个，我们接下来还会用人工智能把你们配对。像现在很多主流的一些商业片，它特效的比重真的是越来的越重。有的是
几乎就全是都是特效在绿幕下拍完的。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之后呢，像我们特效师的工作也会越来越繁重。像我们平时可能真的是花大量的时间在解算和渲染上面，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超算它是属于就是国家重器，可能主要是为国所用。但是如果像我们这些特效公司，如果想得到它的帮助的话，就是申请起来是不是很难？就类似像你一部电影的特效任务，如果交给超级计算机，会不会首先第一费用他们承不承担得起？第二，会不会说你这高射炮打蚊子，这杀鸡焉用宰牛刀，就会不会看不起？投资方他可能一部电影号称可能上亿，但是其实花在特效上的钱可能只有1/10、1/20，就是给我们1毛钱，然后就是我们要达到5毛的效果，可能真的还是比较需要像这种超算这样的计算机设备来帮我来实现的。电影特效领域也成了一个现在典型的超级计算问题。我们知道《阿凡达》是一部有跨时代意义的这样一个电影。它后台的这个渲染特效制作当中，就依托了一个超强的大规模计算集群。所以说，没有这个超强的计算能力，我们可能今天还看不到《阿凡达》这部电影。在我们天河上有很多的有做了很多这种特效，有这样的任务。对对对，包括一些国外的这种西方的好莱坞的电影，还有我们的《龙之谷》还有《西游记》的一些特效渲染，甚至我们春晚的这个灯光秀等等这些设计也在我们这平台上做。其实用起来还是蛮简单的，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网络接口的这种账号和密码，大家就可以登录进去去渲染你的这样一个作业。当然，确实我觉得这个成本投资1个亿，而用到我们这个特效制作里面的投资其实非常少，大部分投给了我们的演员，是吧？我觉得可以，就是说，未来是不是我们的电影可能很多都不需要演员了？很有可能，全部是这种虚拟现实的或者这种特效的这种电影。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是权衡的去看，因为超级计算机确实，它可能它有更强大的这种使命，需要去承担一些国家的这种重大任务。但是实际上为由超级计算机延伸出来的这些云计算的平台，才可以去满足我们这种渲染的这种需要。所以说，这个超级计算机可能是一个阳春白雪，但是云计算已经成为一个下里巴人越来越多的这种资源，可以供我们做这个电影或做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应用需求。所以说，我觉得未来这个不是问题。其实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我的理想一直就是觉着想振兴我们中国的动漫影视行业，我就非常感谢，就是像这些就是国家呀，包括这些科研工作者们，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帮助，可以让我们国家影视行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好，谢谢。在您演讲的时候，您中间说到，有老专家把咱们这台天河1号称为是蒸汽机。对，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心里一愣，我听成瓦特发明的那个蒸汽机了。实际上您说的是蒸汽的蒸口气，对，是一台蒸汽机。但是后来我一想，也没错。也许过个5年10年，回头再来看咱们的天河1号，真的就像我们今天回头去看蒸汽机一样。也许明天突然告诉您，有一种新型的材料能够应用到芯片里，运用到电路中，能够降低能耗，提升速度。那也许一下子就是一次飞跃式的革命，谁都说不准。所以，就让我们带着蒸汽机的这种骄傲和自豪，但是又带着面对蒸汽机一样的心态，去不断地创造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最新的技术，让这些技术带领着中国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也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我们下一期开讲再见。只要给我机会去疯狂，每片风雨交